Hello， 大家好，我是兔頭。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只靠加密貨幣在越南度過100天。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要有越南的銀行賬戶，但是真的到現在我還是沒有成功辦下來，所以我到現在還是只能使用加密貨幣的方式在越南生活。用加密貨幣雖然說目前在越南是很舒服的狀態，但是隨着政府監管或者是政府的規定，在未來的時間內，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限制，或者是突然我提供的某些方式不能用，這讓我很坎坷不安。如果你要像我一樣長期待在越南，還是要有個銀行賬戶會比較好，至少你可以跟一般人一樣正常的生活。這裡是我住的地方，大家可以看看，風景不錯。我那時候會住在這裡，就只是因為這裡有一條河，有車水馬龍的馬路，看起來漂漂亮亮的，所以我就住在這裡了。在廢話之前，我們先來喝個咖啡。前幾個月的時間，我都是用旅客的方式在越南生活，所以莫名其妙花了很多開銷。但是第3個月之後，我交了越南女朋友，她就說：“你每個月的花費太多了，你應該一個月不能花超過1000萬。除了我現在房租以外，所以我現在就給自己限制，就是我一個月房租多少錢，我額外花的錢不能超過1000萬。我想要試着用越南人的生活方式在越南生活。”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到底會是怎麼樣的情況。今天非常熱，這裡現在氣溫32度，但是今天最高溫會到41度，非常可怕。41度，我等一下還要出去騎車，帶大家去看我怎麼樣在越南使用加密貨幣的。他們這個是大杯的咖啡，6萬塊。在越南，因為錢的面額非常大，你常常錢會拿一疊的，所以我自己是用這種長夾啦，裡面就是一疊錢這樣子。我現在要付錢給老闆。如果你是用現金在越南付錢，會非常的辛苦，因為你常常要在那邊數這個面額。非常麻煩的，6萬塊。我們現在在騎摩托車，女朋友的摩托車。我前陣子把它拿來，完全的整車翻新。你們知道多少？超級便宜，你所有的東西零件全部換新，3300解決一切。這個在台灣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哦，這摩托車怎麼會熄火？才剛翻新就又不行了。前面要經過一個很可怕的左轉，右邊會有交通警察在站崗，這裡是我最害怕的路段。等一下你們就可以看到有多刺激了。就是他們的左轉跟直行車道是混在一起的。每次都這樣子，超好笑。我們先來教大家如何來領錢。好了，我來教大家第一種方式，就是用加密貨幣的金融卡領錢，或者是信用卡。這種方式基本上適用於所有的地方，但是你們要注意手續費，手續費有點高。等一下我實際操作給大家看，這個也是最安全的方式，因為錢都是經過銀行。但是在越南使用這種卡片有個限制，不是所有銀行都可以，有的銀行甚至會吃卡。這是我第2張卡了，我前面有一張卡被吃卡，我又重新寄過來1張，所以大家在越南使用的時候要小心。廢話不多說，我們開始。我來越南領錢我都是用 TP Bank， 這裡有語言嘛，選英文，然後選領錢，從其他的銀行領錢 ATM 卡，然後卡插進去，輸入你卡片設定的 PIN 碼，1000萬越南盾。就吐錢呢，就这麼簡單，這是領現金的一種方式。哦，卡片吐出來，安心。之前有被吃卡的經驗，很害怕。這裡就是1000萬越南盾，然後大家可以看到1000萬，然後手續費30萬，所以是3%。這個3% 有點高啦，但是你要在越南方便的使用現金，這個方式應該是最快的方式了，而且是最安全的。
這就是第二種方法。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通常在越南路邊這種按摩店啊，有的沒有的店都會有這種 USDT 兌換，這種就是所謂的場外 OTC， 這種就是他們人通常不會在裡面，會有一個聯繫方式，你加他的聯繫方式，他會給你一串錢包地址，把錢轉給他，就會透過這些店面直接把現金給你。我個人是不建議用這種方式啦。因為這種方式通常你匯款給他，因為加密貨幣的鏈都是公開的，你可能跟他有資金往來，但是你不知道這個人到底用這些錢的用途是什麼。如果他哪天可能犯罪了，你可能就會被牽扯其中，或者是你收的錢也不乾淨，也不知道是從哪裡來。所以我個人是不建議這個方式，但是通常這個方式的匯率會比我剛剛用加密貨幣信用卡在銀行還要好，甚至你還會賺這樣子。再來第三個方式就是使用手機 App 使用加密貨幣付款行動支付，這種方式很方便，但是我長期使用下來發現它很常吃錢。通常那種掃超商直接掃 QR code， 它會直接顯示你要付多少錢的那種，它不會亂扣錢。但是你掃其他人的銀行賬戶或者是商家，你要自己輸入給商家多少錢的那種方式，很容易吃錢。我已經被吃了好幾次了，所以我現在就很少用這種方式付款。你看这個就是幣安的幣安 Pay 手機支付，你可以看到我已經用幣安 Pay 一直用行動支付付了很多錢了。我幾乎在越南生活都是用這個在行動支付。使用方法很簡單，你打開你的幣安，記得在你的幣安錢包裡面存錢，你就可以直接開 QR code。然後越南的全部行動支付的QR code 都可以用，很方便，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但是其中比較要注意的就是 Momo Pay 和 Yalo Pay 都是一定可以用的，但是越南有一個叫做 BN Pay 根本不一定可以用。而且有一個我覺得很大的 bug， 你居然可以直接掃對方的銀行賬戶的 QR code， 直接打加密貨幣變成法幣給用戶，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bug。我不知道越南政府聽到會不會很驚慌，因為這個就是一種我不知道怎麼形容。我是有一次在那個去美女咖啡廳會給美女小費，我就好奇，我就試試看，我就叫對方給我，他就打開他的手機給我他的銀行賬戶的 QR code， 直接掃直接付錢。加密貨幣可以直接轉法幣，見鬼了！手機支付要怎麼樣操作？我實際做給大家看。你就進超商，然後買包菸 ，QR code。就是這麼簡單，你就是進去掃 QR code， 付錢上面會寫說多少 USDT 和多少台幣，你確定金額就按確定，直接扣錢，而且匯率很棒，所以我覺得很好用，所以我很長時間在越南付款都用這個，不然你用現金真的是太辛苦了。我剛剛忘了講，你可以使用加密貨幣的信用卡或金融卡直接刷卡，所以基本上你在越南只靠加密貨幣生存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最怕的就是政府政策一改，很多東西都不能用了，所以最好還是有個越南的銀行賬號會比較方便。我現在提供的方式只是純粹我過去3個月使用的心得，不代表一直都可以這樣子用。基本上你有幣安 Pay， 全越南都可以用，不管是小的攤販還是大的超商、購物中心，他們都一定有行動支付，就是我覺得這蠻先進的。在台灣你甚至你頂多只能用加密貨幣信用卡 ATM 領錢，這就已經很厲害了。但是在越南你可以行动支付掃所有東西，這真的是非常方便。這3個月在越南使用加密貨幣，基本上你在任何地方都暢行無阻，而且不是只有大城市，像胡志明市可以用。我去很多小城市，肯特或者是隆安、廣什麼之類的，我忘記了。總之我去肯特和胡志明市之間有很多小城市，甚至同奈之類的，都可以使用加密貨幣支付，所以我覺得現階段來講，在越南使用加密貨幣支付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未來，這也是我雖然說用得很開心，但是自己心裡也是有點擔心的一個點，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它會不能用。或許目前看到的榮景只是短暫的。這裡很多人對加密貨幣的印象都不是很好，但傳統銀行又有人用來做壞事啊，所以不能以偏概全說所有人都用這種東西來做壞事。我覺得一種工具的出現是好的，但是重點是看人們怎麼去使用它。
總之，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在越南使用加密貨幣生活100天的過程。大家如果喜歡，請訂閱、按讚並分享，這樣子可以支持我拍出更多有趣或者是更好的影片。大家拜拜。